大家好，今天专门找了一台华为手机给大家操作演示一遍，如何在华为手机里面正确的去安装正版的币安和欧易的 APP。众所周知啊，华为这款手机它是自带的这种鸿蒙系统，鸿蒙系统区别于其他的国产的安卓机，会更加的封闭，管控更加的严格，所以说就不能像我上一个视频录制的，通过购安装器来安装谷歌3件套的那种方法去下载安装币安、欧易这种 APP， 这种方法在华为手机上面是完全失灵的，完全行不通。所以今天我就专门针对华为手机的粉丝朋友，来给大家仔细的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在华为手机上面去下载币安和欧易这两个交易所的 APP。通过我的这期视频，你完全就可以在华为手机上面搞定谷歌3件套，搞定好谷歌3件套，就可以去下载谷歌 Play 应用商店。下载好谷歌应用 Play 商店，你还可以学习到如何在华为手机上面注册登录谷歌账号，也就是谷歌邮箱。好，这些知识点以及技能搞定之后，就可以在谷歌 Play 应用商店上面去下载正版的币安和欧易的 APP， 同时也可以在谷歌 Play 应用商店上面去下载海外的一些知名的 APP， 比如说ChatGPT、Twitter、Ins、WhatsApp、Facebook、电报等等之类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知名的软件，都是完全可以在华为手机上面下载好的。用这套方法操作之前，我们需要做下面几个准备工作。首先，第一个准备工作，我们需要进到华为手机的设置的这个界面，在设置的这个界面，我要找到这个系统和更新，我们点击进去，然后再找到系统的导航方式，再点击一下，选择这里的更多按钮，把这里的悬浮导航，如果你开启的话，直接关闭掉。OK， 这是第一个准备工作。第二个准备工作同样也是在系统和更新这个里面，选择这里的纯净模式，我们点击一下。如果你的纯净模式里面开启了增强防护的这个功能，直接把它关闭掉。第三个准备工作，我们需要找到这里的应用和服务，然后我们需要把这里的应用分身，如果你开启了应用分身，比如说开启了微信或者 QQ 的应用分身，直接把它关闭掉。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到在隐私这里，我们要选择这里的个人隐私空间，然后选择这里的隐私空间，点击一下。如果你的隐私空间开启的时候，也要把它关闭掉。接下来就是电池这个板块，我们点击进去，在电池这个板块，如果你现在打开的是省电模式，也要把它关闭掉。好，这些操作准备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操作，就是在系统和更新这里面点击进去，把你的日期和时间需要修改一下。先把你的自动设置这里关闭掉，然后再选择这里的日期，我们点击一下，把这里的2025年的年份修改成2019年。OK， 点击确定。好，修改好之后啊，这样子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好了。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们接下来在操作之前还要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需要学会科学上网。这里科学上网我就不教了，因为你能看到我的视频，就说明你已经搞定了科学上网了。搞定科学上网之后，我们需要找到华为手机上面自带的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做文件管理这个 APP， 我们需要点击进去。好，然后选择这里的内部存储的文件夹，我们点击，好，一直往下滑，找到下载文件夹，点击一下。好，我这里是用的 QQ 浏览器去下载的这个安装包，如果你是用的其他的浏览器或者手机自带的浏览器，应该是这个文件夹。好，我现在点击 QQ 文件夹，一进去，点击这里的其他按钮。这里会有一个华为手机安装谷歌 Play 应用商店的一个安装包，这个安装包并不是就一直存放在你的手机里面，是你需要在其他的链接上面下载的，并不是原装自带在你的手机里面的。这个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的说明栏里面，大家在操作这个方法之前就需要先把这个安装包下载你这个手机的文件管理里面。下载好之后，我们需要点击一下，然后点击这里的解压，底部栏有一个解压，看到没？解压至，我们点击一下。好，解压到具体的什么存储位置，就按它现在默认的这个存储位置就行了。我们继续点击这里的确定按钮，好，点击一下。OK， 这里就解压成功了。解压成功之后，我们继续点击这里的查看。好，点击查看之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MySQL 这个文件夹，我们点击进去，需要你去选择这个 BACKUP 这个文件夹。怎么选择呢？我们需要长按一下。把这个文件夹你也可以移动或者也可以复制，我这里就选择移动。移动到哪个文件夹呢？我们需要移动到其他的这个位置，我们点击一下。好，我们一直往下滑，需要你找到这里有个华为文件夹，看到没？我们就选择
把它移动到华为这个文件夹里面。选择好之后，我们继续打勾，点击确定。移动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不用操作了，我们需要大退出来，不要操作文件夹里面任何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华为手机的设置页面，找到这里的系统和更新，我们点击进去，选择备份和恢复，我们点击一下。好，这里就需要同意这个备份恢复的所有的一些按钮，我们先点击同意一下。同意之后，我们需要选择这里的外部存储，我们点击一下。这里所有的允许备份访问日历、允许访问通讯录都勾选允许。好，勾选允许完成之后 ，OK， 点击。这样子就不要操作了，继续返回到哪里来？返回到按这个右上角的4个按钮。好，它这里暂时还没出来也没关系，我们继续退出来，大退一下，再重新进到你的设置这里面，继续选择你的系统和更新，选择这里的备份和恢复，再点击上方的4个点，这里就出来一个从内部存储恢复，有这个按钮，我们点击一下。好，这里有一个2019年12月7号的这个备份恢复啊，手动备份，我们点击一下。好，这里就出来一个应用及数据，我们点击这里的全选。好，点击确定恢复。好，这里的密码就输入一下，但是这里的密码它直接有个密码提示，你直接按这里的密码提示去输入一个小写的 A， 然后1 2 3 4 5 6 7 8，输入完成之后，我们点击确定，稍微等待它的恢复成功。好，这里恢复成功了，我们点击完成，直接退出这里的界面，我们退出去。退出去之后，这里的你的华为手机的主屏幕就出来了这个谷歌服务助手的这个 APP 了。到了这一步，大家先不要着急去点击谷歌服务助手这个 APP， 不要点击进去。我们接下来需要继续回到你的设置的这个界面，我们点击进去。刚刚我们不是在系统更新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吗？我们就是把这个日期和时间不是更改成了2019年吗？好，现在就不要更改了，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自动设置，让它恢复到目前我们正常的时间标准。恢复完成之后，我们退出去，再选择这里的谷歌服务助手，点击一下。好，允许。好，它这里就有一个需要你激活的一个按钮，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激活，确定我已知晓风险，等待它这里的倒数秒时间完成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仍要激活，点击一下，允许访问。好，到了这一步，它这里会要求你去下载这些谷歌的一些服务框架啦，一些谷歌的什么应用都不要下载，不要点击开始下载。我们继续选择大退，退出去。退出去之后，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你的文件管理这个 APP， 回到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目录里面。刚刚我解压了这个华为安装谷歌应用市场的这个安装包啊，我不知道解压到哪里去了，但是也没关系，它这里不是有一个搜索按钮吗？我直接点击这里的搜索框是吧？直接搜索这个华为关键词，是不是就可以出来华为解压过后的这个华为安装谷歌 Play 应用商店的安装包？好，我们点击进去，继续选择一下，点击这里的 APK， 大家可以看到没？这里有一个1 2 3-1 3-2 4，总共有这5个 APP 的安装包，我们需要依次按顺序安装。首先安装第一个、第二个，然后再安装3-1 3-2，最后安装第5个。好，我们点击1，好，点击允许安装。OK， 它正在检查。好，我勾选一下，已了解应用未经检测的这个可能存在风险，需要勾选一下，然后点击继续安装。好，第一个安装好了，我们继续点击退出来返回。好，我们现在安装第二个，依次来安装，选择允许安装。好，它这里检测到这个文件夹没有备案，不要点击这里的查找类似应用，我们需要点击了解风险，然后勾选我已了解这个应用存在的风险，点击仍然安装。好。OK， 第二个应用就安装成功了，继续回去，接着安装3-1这个应用，点击允许。OK， 安装完之后，我们再安装3-2，点击允许。好 ，OK， 这个3-2可能版本过低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待会再专门处理一下。我们先安装最后一个。OK， 这5个安装包都已经安装成功了，除开。好像刚刚这个3-2好像因为版本过低，这个没关系，我看一下这个3-2的名称叫什么。我先把这里的3-2截图一下，截个图。好，待会直接去谷歌的应用市场里面直接去下载。好，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回到华为手机的主屏幕，大家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Play 应用商店了。这里呢就已经成功下载好了谷歌的应用商店。我们先点击进去，进到这个谷歌的应用商店，然后登录你的谷歌的账号。好，继续选择这里的登录。好。这里呢就需要你去输入你的谷歌账号，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谷歌的服务，直接点击这里创建账号，去创建一个谷歌的邮箱。创建好之后，再返回到这个主界面，去把你刚刚创建的谷歌邮箱账号给登录进来。
可能有很多一些粉丝朋友，如果直接在这个谷歌应用商店上面直接创建他的第一个谷歌邮箱账号的话，可能在这个上面是创建不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我们使用的华为手机在荣耀的这个系统里面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替身版的一个谷歌服务，它是基于 MySQL 的一个谷歌服务，所以你可能直接在这个系统里面直接创建的话是创建不了。那也没关系，其实可以我们绕一步，怎么绕呢？我们需要点击退出来。选择我们的浏览器，不管你是什么浏览器，我们直接选择进去。好，选择这个浏览器之后啊，我们直接进到谷歌创建账号的官方网页里面，直接去创建这个谷歌账号，就能够成功创建了，并且这个网页的链接我会同步到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一些新手小白朋友啊，第一次哪怕你是在网页上面进到谷歌邮箱的注册这个页面，到了这个需要手机验证码的这一步骤，你使用的中国大陆的这种手机号可能无法进行验证。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处理呢？其实也很简单，我来教大家一招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一个专门用于国外手机号短信接码的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我同样会发到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面，你先在这个网站里面先注册一个账号，注册完之后去充值几块钱或者10块钱的一个金额，充值完成之后，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左上方的按钮，然后选择这里的接收短信，再选择一下验证码接收，选择好验证码接收之后，在这里会有一个搜索国家和搜索服务的一个选项，我教大家如何使用哪个国家会更方便去接受这个验证码，我们点击一下。直接输入这里的德国，因为德国是我自己亲自实践过了的，接这种谷歌的验证码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服务这里就直接搜 Gmail 邮箱，对，搜索出来了。好，搜索出来之后，这里有各种价格的符合德国的 Gmail 邮箱的一个手机号，我们就选择这里最便宜的一个价格，就是0.88美金的，我们点击这里的取号，好，这里就购买成功了。购买成功之后，这个德国的手机号是只能够用来接收一次性的短信验证码的啊，也不能用来打电话。把这个手机号复制一下，复制完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手机验证的这个步骤，先把这里的国家选项选择成为德国，我们直接筛选一下。好，德国就是+49的号码，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德国的区号、德国的国旗了，这里就不用这个区号了，就直接把你刚刚粘贴过来的这个德国手机号，然后点击一下验证，这样子就通过了它这个验证，需要你去接收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好，6位数的验证码，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页面，等待这个短信验证码到了它有短信验证码到了之后，它这里内容这个板块下面对应的就会直接发送这个短信过来。等它发送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短信直接输入到谷歌验证的这个里面。好，它这个短信过来的是765244。OK， 我们回到这个输入验证码的这个步骤，765244，点击下一步。好，这样子就已经验证成功了。验证成功之后，接下来就会按照它的步骤一步的要求去做，就可以创建成功了。它这里是需要你添加这个辅助邮箱的。如果你这个谷歌邮箱是需要长期用的，我建议大家都需要添加一下你原有的其他的一个邮箱来做一下辅助，会方便你去找回这个谷歌邮箱。如果你哪天谷歌邮箱密码不记得了或输入错误了，就可以使用这个辅助邮箱来找回的。我这里就不添加了，我为了录制视频快一点，点击跳过。OK， 点击下一步。好，直接点击这里的同意。好，这样子我就成功创建好了我的第一个谷歌邮箱账号。创建好谷歌邮箱账号之后，我们需要把我的这个账号去登录到刚刚我们直接下载好的这个谷歌 Play 应用商店。登录谷歌应用商店之后，再去下载币安和欧一的这两个 APP。目前我就登录到了谷歌应用商店里面，登录好了我刚刚注册的这个谷歌邮箱账号。登录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搜索按钮，我们点击一下，好。直接搜索，比如说我们要下载币安是吧？我直接输入币安这2个字的关键词，我们点击一下，好，这里第2行就出来了币安官方正版的 APP，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安装。我现在在我的手机屏幕上面就出现了币安的这个 APP，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点击进到币安的 APP 里面。进去之后，它会询问你是否是加密货币的新手，或者你熟悉加密货币。这里我就选择我熟悉加密货币。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币安的账户。创建币安账户的话，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这里输入你的邮箱或者输入你的手机号。那我就以刚刚我自己创建的这个谷歌邮箱为例，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先输入我刚刚创建的这个谷歌邮箱。好，输入好之后，我们点击继续，会有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啊，发送到你的谷歌邮箱里面。我来看一下，查收一下我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
好，这个验证码已经过来了，我来看一下132733，132733。好，创建一下密码。这个密码一定要按照它这个平台的具体要求去设置一个高强度的密码啊。设置好之后，我们继续点击下一步。OK， 这里呢，你成功创建好了你的币安的账号了。但是到了这一步，大家先不要着急点击这里的下一步，它这里有一行小字，大家看到没？您是否有邀请人？这里我建议所有的新手小白直接都选择这里的有，填写我这里的邀请码。我的邀请码是大写的，一定要选择大写啊，大写的 CA0ATP1。好。再重复一遍，是大写的 CA0ATPT1。填写我的邀请码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永久获得你的币安账户20%的永久手续费的一个优惠。好，我们接着点击下一步，这里就成功创建好了你的币安账户。创建好了币安账户，它会自动跳转到一个身份认证的这个环节。我建议所有的新手小白创建好你的币安账户之后，都要统一做一下这里的身份认证。如果你不做身份认证的话，你是不能够完整使用币安交易所的所有的一些服务。其实身份认证也很简单，这里的居住国家和证件签发国家按你的身份证上面的国家来填写。证件类型推荐大家使用身份证来去做认证。接下来点击继续认证，这里选择拍摄证件，然后点击这里的继续。好，先允许一下这里的币安访问你的手机相册。接下来就需要你去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把你的身份证放到你的视频的镜头下面，先扫描你的正面的一个身份证的一个照片，在扫描完成之后，再反过来扫描你的反面的照片。正面和反面扫描完成之后，需要你对着你的人脸自拍扫描一下人脸信息，大概1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扫描完成之后提交，提交了之后，币安客服会如实的去审核你的身份信息，审核通过了之后，你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币安的所有的一些操作和服务了。讲完币安的这个 APP 的下载流程和注册流程之后，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 OE 的这个 APP 该怎么去下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流程。其实也很简单啊，和币安的这个流程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直接在谷歌应用市场里面直接搜索 OKX 这个关键词，这样在它的第2行就会出来 OKX 官方正版的 APP。我们直接点击安装，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接着点击这里的打开。好，这样子就进到了 OE APP 的一个首页。在 OE APP 的首页界面，如果你进去的是一个钱包的界面，我们需要在顶部栏这一个交易所，或者是有一个钱包 Web3 Wallet 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直接切换一下，点击一下。需要你把从 Web3 切换到交易所。如果你是交易所这个界面就不用切换了，如果你是 Web3 这个去中心化交易市场的这个钱包界面，就需要你切换到这个交易所这个界面。切换进来之后，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注册按钮。先去注册一个 OE 的一个交易所的账号。第一步，他会询问你的居住地是在哪里，这里的国家和地区，请按照你的身份证的签发国家来去做选择。比如说我这里选择中国 ，OK， 因为 OE 现在也是支持中国的用户以及+86的中国内地手机号来去注册的，勾选一下这个同意，点击创建账号。这里就需要你输入你的邮箱，你的邮箱可以使用谷歌邮箱，或者是163邮箱或者 QQ 邮箱。那我接下来就按照我刚刚注册好的这个谷歌邮箱来去做一下演示。好，这里输入完邮箱之后，我们不要着急点这里的注册按钮，在邮箱下面的这个方框框这里有一个填写邀请码的一个小字，我们需要点击一下这里的填写邀请码。同样和币安的这个填写邀请码是一样的流程 ，OE 的邀请码也可以输入我的这个邀请码。输入我的邀请码，你也可以在 OE 的账户里面永久享受20%的手续费折扣。邀请码是数字457522374575223，然后点击确定。好。大家可以看到没？使用我的这个邀请码可以永久获得20%的手续费返佣，而且这个手续费的返佣是每天自动返还到你的 OE 账户上面的。大家不要小瞧这一笔钱，日积月累下来可以为你省一大笔的资金。好，填写完之后，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注册，做一下图形验证。OK， 同样会有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发送到我的谷歌邮箱里面，我去查收一下我这个验证码啊。这个验证码是435506。好，我现在输入一下。43506。到了第2步呢，就需要你添加这个手机号。添加手机号，我们同样可以切换国际的区号啊，点击一下，这里可以切换+86的中国内地手机号，我们直接点击切换，然后把你的手机号输入进来。输入好手机号之后，同样会有一个短信的验证码啊。
接下来就需要你设置密码了，我们需要按照这个平台的要求去设置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密码，点击下一步。OK， 这样就成功创建好了你的OE 账户。同样和币安的步骤也是一样的，创建好这个 OE 的账户之后，并没有代表你已经一次性搞定了这个币安的账户了，还是需要你去做一下实名信息了。这里会再次确认你的居住国家和地区，我们直接点击选择你身份证上面是什么国家就填写什么国家，然后接着点击下一步，证件类型就选择居民身份证，如果你选择护照也是可以的。好，点击下一步，点击开始认证，这里就选择这里的上传文件，我们直接点击上传。如果你手机上面有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直接从相册里面直接传过来就行了，没有直接点击拍摄。拍摄之前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放到你的手机摄像头下面，把你的正面的身份证的照片和反面的身份证照片都拍一下，拍完之后再对着你的人脸做一下人脸识别的扫描，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大概1分钟时间，OE 的客服就会审核通过了。审核通过完成之后呢，就代表着你已经完成了 OE 账号的实名信息认证的一个工作。完成这个工作之后，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 OE 的交易所所有的一些功能了。视频的最后还要给大家去强调一点的就是，当你完成了币安和 OE 两个交易所的实名认证的这些操作之后，还需要做一下账号的安全性的一个加强保护。比如说在 OE 的主页面，在它的左上角的这个按钮，我们直接点击一下，然后再选择这里的一个小三角的一个箭头，点击进去，就可以进到你的个人资料的一个设置页面，再选择这里的安全设置，然后把这里的验证方式都添加起来。比如说你可以添加通行密钥，把你的通行密钥添加起来之后，你接下来登录 OE 这个交易所的账户就不需要输入密码，直接扫你的人脸或验证你的指纹信息就可以登录进来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身份验证 APP 去按它的要求一步步的去绑定，而这个身份验证 APP 需要你另外去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什么呢？我也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我们同样打开这个谷歌应用市场里面，进到谷歌应用市场里面之后，我们接着点击这里的搜索按钮，然后直接输入谷歌身份验证，这里就会出来谷歌身份验证器，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谷歌身份验证器。好，这里就第一行就出来了 Google 身份验证器，需要你先安装一下这个谷歌身份验证器。安装好之后，我们接着再回到刚刚的 OE APP 里面，再点击一下这里的设置按钮，去按照它的一步步的操作去绑定一下你的身份验证 APP 的一个验证码。绑定好之后，对于你的 OE 的这个账号的一个安全性会有极大的一个提高。刚刚我们不是用的邮箱来注册的吗？同样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号来去绑定一下。同样我们在币安里面也是需要加强你的一个账户的安全保护措施的。我们在币安的这个首页的这个界面，我们需要点击左上角的这个按钮，点击一下，进到你的个人资料这个页面，点击你的这个小三角的一个箭头，再选择这里的账户安全。好，进来之后，我建议大家都把这里的通行密钥和身份验证器都绑定一下。注册的时候，我们注册币安的时候是用的邮箱来注册的，那就把你的手机号也添加一下。如果你是用的手机号注册的，也把你的邮箱添加一下。这些安全验证的一些措施都做好之后，会对你的币安账户起到一个极大的增强保护作用。OK，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完整的给大家去讲清楚了，在华为手机的鸿蒙系统上面该如何正确的下载谷歌3件套，如何搞定谷歌应用市场，再进行通过谷歌应用市场去下载正版的币安和 OE 的 APP， 以及币安 OE APP 的所有注册的这一套流程都给大家完全讲清楚了。好，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